就是旧了点儿，但位置不差。以前卖豆浆油条的，灶台案板、石磨都还在。你要是真租，我给你算便宜。现在年轻人不爱干这个，苦是苦了点儿，但只要勤快，饿不死，能做起来就行。你真想开早餐铺啊？你看着不像干这个的。以前也没人觉得我会辞职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小林，你发什么愣？那颗黄豆还在发芽，这是什么地方？第一批不多，原料有了，还得自己做。名字倒是好听。刘姨，借你吉言，今天能开张就行。你小心点儿，对面那个菲菲元气早餐网红店，拍视频厉害得很，前头2家老铺都是被他挤走的。哟，新店开业啊！罗菲菲，现在还有人卖石磨豆浆，挺复古的。就是这卫生嘛，不知道能不能过关。拍够了吗？别误会，我们也是帮邻居宣传。万一顾客问起来，总得知道你这豆子哪儿来的，器具消没消毒吧？清洗记录、消毒记录、进货登记都在这里。石磨昨晚高温蒸汽消毒，滤布一锅一换。记录谁不会写？顾客喝坏肚子，谁负责？我负责。哎呀，菲菲姐，你没事吧？这地也太滑了。林老板，早餐铺最怕安全隐患，第一天开张就这样，不太吉利吧？你这水哪来的？我只是路过。让一下，挡着我拖地了。哼，拍不拍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没有人敢喝。老板，有热豆浆吗？有，刚熬好。美女，你胃不舒服吧？我们店有低糖燕麦奶，干净卫生，还能开发票。先喝，不满意不收钱。好香。老板，这豆浆怎么这么暖？我早上胃冷，喝什么都不舒服，这个不胀也不腥，还要吗？再来一杯，我带走。暖心值，先稳住。一杯豆浆而已，哪有这么夸张？夸不夸张，我自己的胃知道。6块。老板，明天还能买到吗？第一位回头客，我想给办公室的人带。有，明天还是这个点。这么早？老板，5杯豆浆，2笼小笼包，能打包吗？能。豆浆要热的，越热越好。今天早会靠它续命。第2单带走。薇薇，你真去老街买早餐了？这包装也太朴素了吧？不会是那种苍蝇小短吧？不喝别抢。我先来一杯，空腹喝咖啡，心慌的不行。怎么样？热的，顺下去了。什么顺下去了？胃。这豆浆真不一样，不腥也不齁。这包子能有多好吃？里面有汤，肉也香。给我一个。不是嫌包装朴素吗？我嫌的是包装，又不是包子。昨天的数据谁整理的？乱成这样，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我整理过了，问题主要在3个渠道口径不一致，今天可以先统一这3个表。你今天状态不错。可能是早饭吃对了。确实，今天没心慌。他家今天卖了多少？不知道，但早上来了好几波白领。白领？就他那个破铺子。去买一杯豆浆回来。你喝？我？喝完告诉我，有什么问题？真香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香的不正常。没有香精味。写点评，就说香味太重，怀疑添加剂。
可这样会不会怀疑添加剂？会不会什么？一个破早餐铺也配抢我的客？你们家卖的什么破包子？有问题可以说。你自己闻，这馅都是臭的，是不是用隔夜肉了？不会吧，我昨天还吃了。黑心店刚开业就敢卖臭肉包子？你先别喊，老板总得看一下。这不是我家的包子。你想不认账？你几点买的？多少钱？付款记录给我看。我现金买的不行啊？可以，那你说说谁卖给你的？就你！我今天6点开门，到现在没有收过现金，店里监控也开着，你确定是我卖的？少来这套！我现在就投诉你！谁是负责人？我们接到匿名举报，说这里存在食品安全问题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，林老板，开店还是要注意卫生的。我是负责人，可以检查。你们快查，他家包子馅有问题。这是在店内购买的。我不认可，对方无法提供付款记录，也说不出购买时间。我申请调监控。监控也能挑着放吧？这个包子皮颜色也不一样。你谁呀？老板家的皮更薄，颜色偏白。你这个发黄，而且褶子也不一样。对，大小都不一样。备料记录有吗？有。这是今天凌晨的备料时间，肉馅当天现调，这是进货票据，这是冷藏温度记录，剩余肉馅和出锅小笼包都可以现场封存检测。算了，懒得跟你们扯。东西留下。你想干什么？罗菲菲老板来电，露馅了。罗老板，不解释一下？巧合，就是普通朋友。是不是巧合？交给程序查。这份疑似问题食品先封存，你作为投诉人需要配合说明来源。我还有事儿，现在不能走。罗老板，路过看热闹看够了吗？我就是关心邻居，那就一起等结果。目前看你店内流程记录、后厨卫生都符合要求，后续检测结果出来，我们会通知你。辛苦，监控和记录我会同步提交。老板，我刚才拍到了全过程，需要的话我可以作证。谢谢。那包子还能买吗？我早会快迟到了。能，刚出锅，没问题，撑住了。林老板，你这店最近关注度上来了，后面可能还会有人盯着你。那就让他们看。宋总，您昨晚通宵开会，到现在什么都没吃，先把药吃了吧。拿走。可9点还有会，您这样撑不到公司啊。空腹喝咖啡，是嫌我胃还不够疼。那我去便利店给您买点面包。那边。早餐铺。嗯。可这边不好停车，而且您时间10分钟。不是普通顾客。先生，吃早餐吗？我们店有商务套餐，环境安静，还能开发票。那家是新开的，位置小，也没座位。您要是赶时间，来我们店更方便。不用。您不用排队，我让人马上给您做。排队就行。宋总，要不我去买？不用。先生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要不你先……谢谢，不用。要什么？胃不舒服。1份小笼包，1杯豆浆。你胃不舒服？看得出来。挺明显的，今天不建议你吃这个。为什么？刚出锅，肉馅有汤，香是香，但对他现在的胃不友好。喝粥吧，馒头慢慢吃。就这些？胃痛的时候，简单点比硬撑强。多少钱？12。热议盖下去了。宋总。不腻，怎么样？可以。那再买1份。还有吗？今天最后一碗已经给你了。
我们可以加钱。不是钱的问题，卖完了就是卖完了。那明天再来。那男人是谁？不知道，但看着挺有钱的。废话，有钱人会吃他那破粥？粥很好，胃不好就少喝咖啡。还没人敢这么说。知道了。长这么多，鸡舍，拆开看清楚馅料。猪肉、葱姜水，皮薄，汤汁足，做法不稀奇。那就做得比它漂亮。包装升级，文案写上爆汁手工小笼包，明早上架。价格呢？比它贵2块。再买推广，让附近白领都刷到。小林，他这是明着抢你生意啊！要不你也打个折？不打。那新客都被他吸走了。早餐不是看谁牌子亮，可人家会吆喝啊。我先把包子做好。狮子这边还要排队，对面有现成的，而且包装好。罗菲菲，今天试试。行，赶早会。我们家新款小笼包爆汁不腻，买豆浆还减3元。这是啥？大爷，不好吃吗？你这不是小笼包，是灌了一嘴油。汤汁是多，但好腻，肉馅有点柴，吃完嘴里发黏。包装挺好看，味道一般。刚开锅，可能温度没掌握好，我给你们换一笼。算了，来不及了。要不还是买他家的？可刚买过了，我宁愿再买一笼。这才叫香，香到人自己走回来。沈先生，我们店今天有新品，还有贵宾座，不用排队。不用了，您还没试呢。我们家这款小笼包推广反响很好。我胃不好。那更该来我们店，我们有养胃套餐。吃不了乱七八糟的。今天还是小米粥。加2个豆乳馒头。可以。老板，小笼包还有吗？对面那家吃的我一嘴油。刚出锅，小心烫。这才对嘛，汤是鲜的，不是油泡的。老板，给我也来一笼，我要2笼，带办公室。豆浆也来3杯。更快了，稳住。卖完了。鸡蛋，好暖。小林，想什么呢？可以试试。明天可以加新品了。老板，新品来一份。太烫。不是，是突然不想骂人了。宋总，还是小米粥。这个有鸡蛋。可以。您已经5分钟没看手机了。怎么没人演？不能让他继续。林老板，生意不错呀，视线扫过剩下的1点蛋羹啊。要买早餐请排队。这鸡蛋颜色这么黄，不太正常吧？你又想干什么？我关心顾客食品安全，普通鸡蛋能黄成这样，不会是染色蛋吧？你有证据？那你公开进货方向啊，豆子也好，鸡蛋也好，你总不能天天说商业秘密吧？商业机密不等于违法。先生，我只是合理质疑。合理质疑需要证据，不是靠声音大。就是上次投诉还没闹够。那就换个说法。怪不得林老板这么硬气，冲我来的。这家店到底靠的是食材，还是靠男人？
不用。怎么，终于肯解释了？既然大家关心食品安全，那我说3条。第一，从明天开始，每天早上5点半到6点，开放后厨备餐参观。想看清洗、消毒、备料的，可以提前登记。这还挺赶的。第二，每天所有新品肉馅、肉浆都会流量，保存48小时。正规部门要查，我随时配合。第三，欢迎监督，不接受造谣。有人恶意剪辑、污蔑、栽赃，我会直接报警，走法律程序。老板说得好，人家都开放后厨了，还想怎样？上次那个假投诉还没结果呢，又来了。那他呢？他天天来，你敢说没有特殊照顾？普通顾客排队，他坐窗边吃新品。这是7点22分取号，7点31分付款，嫩蛋豆浆羹1份12元。沈先生，你有意见吗？没有。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提前串好的？林老板不让我插队。有钱也得排队，这不挺公平啊？昨天想加钱买最后一碗粥，也被拒了。我也作证，老板卖完就是卖完。我办公室10几个人想预定，他也没答应。这姑娘做生意硬气，比有些只会拍视频的强。我也是替大家关心，关心可以，造谣不行。你少吓唬人。没吓唬，靠男人。刚才你说我靠男人，视频我已经留了，需要的话我会一并提交。菲菲姐，先走吧。需要帮忙？不用，你正常吃饭就行。刚火就搞限量，装什么啊？食材和人手有限，做多少卖多少。小林，今天人多，要不要多做点？不能为了多卖，把质量做乱。不对，怎么了？锁眼被堵了。不会开不了门吧？我还赶着上班呢。哎呀，林老板，怎么第一天爆火就出事了？大家别等了，我们店今天新品8折，环境也干净，别一会儿滑倒了。报警，再叫开锁师傅。行。报警有什么用？客人可等不了。今天临时窗口售卖，先出豆浆和小馒头，排队往右边站，避开油污。我来帮忙传餐。我贴个提示，别让后面的人踩油。这也能卖？宋总，我去处理。需要我做什么？帮我维持队伍，别让人滑倒。好。请往右侧排队。送几张防滑垫到老街口，马上。让开点，我冲地。我来拖，先垫着，别摔人。下一位。豆浆2杯，小馒头1份。好，拿稳。菲菲姐，他们人好像没少。闭嘴。撑过去了。今天没停。想让我开不了门，没那么容易。宋总，查到监控了。抓到了。我就是正常竞争，林老板现在火了，背后又有人撑腰，就想把我这种小店逼死。需要我？不用。我报警不是找人替我出气，是提交证据。你有什么证据？凭几张视频就想污蔑我？第一，假顾客说在我店里买到臭包子，但当天早上他的脸没有出现在收银监控里。第二，他手里的包子外皮发黄，褶数和我家的不同。当天我已配合封存流量，记录我们这里有。第三，他手机来电备注是菲菲老板，备注能说明什么？那这个呢？门锁被胶水堵住，门口被泼油，蒸笼架螺丝被冻住。还要继续说巧合吗？那也不是我。菲菲姐，
别说了，你闭嘴！是你让我去买他家的小笼包，拆开给厨师看，也是你让我偷拍后厨，说要找他卫生问题。原来真是他，我都录下来了。前天晚上你还说明天要让他开不了门，完了。相关人员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，确叫事实正正。我们会同步核查2家店的经营情况。林婉之，你不就是靠他吗？老板，你不生气啊？生气，但大家还没吃早饭。他不需要挡在身后。程助理，林小姐，我没有恶意，只是宋总最近频繁来这里，晨会推迟了2次，司机路线也临时表更，已经影响集团效率。吃个早饭也能上纲上线？宋总身份特殊，他身边出现什么人都会被放大。林小姐应该明白，有些距离保持一点，对大家都好。程小姐是来买早餐，还是替沈先生管理私人时间？我是他的特别助理。那你应该去提醒你的老板，而不是来提醒一个早餐铺老板。林小姐，你知道宋之野是什么身份吗？知道或者不知道，都不影响我开店。他来这里排队付款吃早饭，对我来说，他只是普通顾客。普通顾客。宋总，今天还有粥吗？有，排队。他真敢。宋总，9点。小沈啊，今天来晚了，得等。程助理是吧？我们都排队，他也排。林老板连预定都不给，哪来的特殊照顾？昨天沈先生想加钱买最后一碗粥，老板都没卖。沈先生，如果来这里影响你工作，以后可以少来。这句不好接。我来这里是为了能正常工作。为了工作，胃不疼，会议效率更高。这个理由真牵强。老街改造。这个项目偏偏今天。小林，改造项目提前评估铺面了。评估什么？说是部分老店不符合新街区定位，可能清退，改成精品商业街。我们在这儿开了20年，说不符合就不符合。这家就是最近人流最多的早餐铺。是，梔子早餐铺。小餐饮烟火气是有，但对改造后的街区形象不一定合适。什么形象？还会怎么打？更标准、更干净、更有品牌感。比如连锁早餐、轻食咖啡，方便管理，也更适合商业招商。他这店哪里不干净？市监刚查过，合规。我不是说卫生不合格，而是业态不够高级。不够高级。秦先生，街区形象里包不包括每天早上要吃饭的人？老街不是只有游客拍照，也有上早班的白领，住了几十年的老人，赶公交的学生。他们需要的不是一杯30块的摆拍咖啡，是一碗热粥，一杯豆浆。情怀不能代替规划。热早餐也不是情怀，是需求。他比想象中清楚。我们可以给你补贴，搬到街尾临时铺位，租金前3个月减半。街尾那边早上根本没人走，搬过去等于关门。总要为整体改造让步，不能只讲情绪。宋总，你也来了。宋总，这边我可以处理，不用，我自己和他谈。这件事我自己谈。好。他真让他自己谈？他准备了数据。这是这几天客流记录，早上6点到9点人流最高，70%是周边上班族，30%是老街居民。这是顾客留言，有人胃不好，有人赶早班，有老人每天来买热豆浆。给我7天，我证明这家店对老街早间人流有价值。如果做不到，我接受重新评估。小林，7天。谢谢。7天赢不了资本规划。他不是赢资本。那是什么？他是在证明人还需要热早餐。第1天不能乱。你还分这么细？今天不是只卖早餐，是证明老街早上真的需要这口热的。豆田又大了，够用就好。
我只负责记录客流，不影响你经营。随意。老板，今天能快点吗？我们组8点前要到会场。豆浆已经分好，小馒头在左边，小笼包还要3分钟。太好了！我要快速窗口。粥还有吗？昨晚加班，胃有点顶。老板，2杯豆浆，1杯不要封死，马上喝。流量不低，不是偶然。你不是我们楼下设计部的吗？怎么了？昨晚改稿到3点，早上没吃东西，刚才在地铁站差点蹲下。先喝，别急着走。谢谢，胃里暖过来了。带上，路上慢慢吃。这不是单纯客流。空腹喝咖啡心慌，喝完这个才稳住。早上胃冷，热粥比药片先救命。这不叫网红店，这叫早上有人管。真有点香。小伙子，饥饿啦？来杯豆浆。拿好。不能再做点吗？我排半天了。可以多备一点，但不能临时乱加。面没醒够，馅儿没调好，卖出去也是砸招牌。行吧，明天早点来。卖空后仍不乱加。卖空不代表价值，也可能是饥饿营销。他不像怕卖不完，那像什么？像怕人没吃上。明天我给您留1碗热粥，6点半前来拿就行。麻烦你了，小林。第1天过了，又有新地方。小麦，明天做汤面。老板，你这是要把我们办公室养活啊？先试试。有人不舒服，他说头晕，站不稳。先扶他坐下，谁帮忙拨急救电话？行，我来。不用，我可能就是低血糖。你叫什么？苏糖。苏糖，先别急着站起来，喝一口糖水，慢慢喝，不要一口闷。他在处理。宋总，联系附近医疗点，让人过来看看。明白。这也要急？那边说他意识清醒，先观察，不缓解再送医。先吃点热的，先吃几口，别吃太快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不是，我昨晚赶方案到4点，早上怕迟到，什么都没吃。刚才在地铁口，我真的以为今天撑不过去了。先把面吃完，工作再急也别空着肚子硬扛。这句话要写进去。该早餐铺对早高峰人群具备实际服务价值。终于让我拍到了，前面的不用留，这次看你怎么解释。小心烫。老板，你看小红书，又见机。小林，这可怎么办？他们剪得太缺德了。先等当事人消息。不是单纯网红流量，他说不说都看得见了。明天早上我亲自去吃一次，明天才是真正的考验。起作用了。林老板，出这种事确实麻烦，要不我帮你说2句？同行之间还是可以互相体谅的。你少来，每次你一关心准没好事。我也是好意，毕竟现在大家都怀疑他家早餐有问题。先确认他身体。林老板，我没事了，医生说是低血糖加过度疲劳，不是食物问题。你身体最重要，网上的事我会处理。我可以出镜澄清，不能让他冲动。怎么又翻过来了？菲菲姐，原帖好像被举报了。闭嘴！得当面说。你怎么来了？医生不是让你休息？我想当面说谢谢。以后我会好好吃早饭。那从明天开始，别空腹赶地铁。他来了。秦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们店今天有新品套餐，环境安静，我给您留贵宾醉。今天只观察。那也可以进店观察，我们家动线更标准。先看真实情况。老板，明天还这个点儿。他们不是来打卡的，已经形成习惯了。下一位，他来了，要什么？清汤细面，小笼包1份。细面要等2分钟，小笼包刚出锅，小心烫。好。
清不寡。小伙子，说是观察，吃的也挺认真啊。确实吃完了。你认出我了？认出了。知道我是谁，还让我排队。你今天是顾客。这就是秩序。这句话我会写进评估里。秦总，您觉得我们这条街还是需要品牌化，对吧？像我们店这样的模式才适合复制。标准化确实完整，你的商业模型很完整，还有机会。但这个早餐铺的人流粘性你没有，评估要重新写。凭什么人流粘性？那就让所有人看看他那些好食材到底是哪儿来的。今天流量无误。林老板，上次那批便宜黄豆用完没有？零货批便宜吧，下次还要不要？我这儿还有一批低价处理豆类。你谁啊？我是他供货商啊。我不认识你，先看他怎么编。闹起来！还装？白纸黑字，梔子早餐铺低价黄豆20斤。这也太假了！张太新自作旧。你说给我送过货？当然。几点送的？早上。早上几点？6点多吧。我店里6点开门，6点到8点半都在出餐。你从哪个门进的？后门啊。后门左边是什么？货架。货架几层？豆袋放在哪一层？我哪记得那么清楚？你说送20斤黄豆，袋子什么规格？白袋还是编织袋？封口是现缝还是热封？你问这么细干什么？因为真送过货的人答得上来。这都不知道。楼下，你别想赖账！你就是嫌我这零放货说出去不好看。这是贝州后门监控，没有你。这是所有采购登记和付款记录，也没有你。你肯定把东西藏里边了。后厨重地，外人不能进。我报警。没有直接名字。证据到哪就说到哪。老板，那你的豆子到底哪儿来的？人家都拿出证据了，你们还不信？可信任不能只靠一句话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会让大家看见能看见的部分。能看见的部分。他要把规则再往前推。核心区开放，那不还是有猫腻？保护商业秘密和接受监督不冲突。人家肯让你看现磨现做，已经够透明了。你去连锁店后厨试试。做给他们看，不是演给他们看。第一步，干净，每一步都要清楚。真是羡慕啊！他把流程交给他们看。这不是低效率，这是把信任做进流程里。他不解释自己，他把事情做好。这么做确实快不了。豆渣也别浪费。老板，这是什么？豆渣蔬菜小饼。豆渣也能做，不浪费，赶时间的时候配豆浆正好。外面脆，里面软还不油，这个适合路上吃。给我2份，配豆浆。老板，刚才我话说重了。有疑问可以问，看过流程再判断就行。这次的光不一样，不是惊艳，也来自踏实、放心和不浪费。流程就是价值，不是低效，是粘性来源。他找到办法了。他连豆渣都能卖出去。菲菲姐，我们也开放后厨吗？他不是要老街价值吗？那我就抢给他看。看谁更会讲故事。这个布景好出片。怀旧豆浆、古法小笼包，听起来很有感觉。他懂什么老街味道？这条街以前早上根本不主卖小笼包，摆几个旧物质就敢叫老街记忆。传播确实是更快。从商业包装看，它确实更容易招商，更容易传播。先问清楚什么才是真的。刘姨，老街以前早上最常吃什么？热汤豆花啊。对，咸口的，热汤一浇，撒一点榨菜末，还有虾皮、葱花，香油不能多。以前天冷，端一碗站在街边喝，胃里一下就暖了。不能做成想象里的老街，要做他们记得的。不能老，汤厚一点，味儿不能抢。对，豆花不能太老，
以前那家就是嫩，勺子一碰就晃。我试试。是这个样子。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是这个。就是这个味儿。以前我妈早班给我买一碗，我蹲在门口吃，烫烫的嘴疼，还舍不得放。这才是老街记忆。你赢了。不是赢，是他不该偷这个名字。他守的不是店，是这条街的人。这个节点不能简单清退，建议保留梔子早餐铺作为老街早间民生与记忆节点。这不是情怀，是功能。小铺子，一个早餐铺不值得影响招商。新的阻力来了。流量不错，不只是流量，复购率很高，顾客停留和自发传播也很强。那就更有价值。又来评估。林老板，我姓顾，顾明川，老街改造项目的负责人。顾总要吃早餐，我来谈合作。我想买下梔子早餐铺品牌，签约费这个数。这么多？钱不是重点，条件才是。统一装修，统一供应，统一加盟。你保留创始人身份，后续可以拿分红。条件呢？交出配方、食材渠道和培训流程，我们负责放大，你负责授权。林老板，你会做早餐，但你不会做规模，我能把它卖成全国品牌。如果加盟后，豆浆不是我磨，包子不是现包，粥不是当天熬，食材不是我选，那还是梔子早餐铺吗？消费者要的是品牌，不是你本人。我的顾客要的是早上那口热的，不是一块复制出来的招牌。林老板，别把小店情怀看得太重，你现在不卖，等改造开始，这个位置未必还能保住。他越界了。这次我自己说。他要自己选择。铺子可以被拆，招牌可以被换，但食材来源和制作权，我不卖。你知道拒绝我意味着什么？知道。你会失去这个铺子。那也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他不是需要被救的人。宋总，你看中的人倒是有脾气。他不是我看中的项目，他是他自己。真下手了，来了。小林，他们一大早就贴上了，先看清楚，先别乱。这不是逼人走吗？什么另行安置？街尾那种地方谁去啊？先开门。老板，这什么意思？你要关店了？林老板，网上说你们这边要清退，真的假的？那以后我们去哪儿买豆浆？热汤豆花才刚吃上2天啊！不会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吧？不是最后一天，我会想办法，但今天早餐照常。你真的没事吗？先吃早饭，空腹别替我着急。林老板，通知你看到了。你们凭什么说清退就清退？我昨天的收购方案还有效，你签了，位置可以保留，只是需要改成统一品牌店。不签。你守的不是早餐，是一间迟早被拆的破铺子。它破，但有人早上需要它。城市更新不会因为一碗豆浆停下。宋总也来了，怎么这么小的项目你也要插手？这是我的店，这次他在前面。我等他开口。倒是护得有分寸。下一位，我要2杯豆浆，1份小馒头。通知都压不住，他不只是在守店。豆浆拿稳，热的。他的反击是不熄火。这次不能让他一个人扛。油烟扰民，后厨不透明，排队堵路，无证扩大经营，还用养胃2个字做虚假宣传。小林，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该来的都来了。
让他们查。林老板，网上反映的问题不少，你这店最近关注度高，更要注意规范。是啊，生意好也不能不讲规矩。证照、卫生记录、流量记录、消毒记录、透明厨房参观规则都在这里。流样每天都有。每天，豆浆、肉馅、汤面、小饼按批次流样，保存48小时。后厨参观，每天5点半到6点开放，核心储物区不开放，但备餐流程可看。核心区不开放，不就是藏东西？商业秘密不属于违规。只要食品来源、制作流程、卫生管理合规，经营者可以保护部分商业信息。怎么又让他过？换一个问题，还有排队问题，你们门口聚集人群，影响通行。这是排队动线，右侧排队，左侧通行。早高峰有提示牌和防滑垫。我可以作证，他家比对面拍视频的时候还不堵路。我们都是按线排的，老板还不让人站到盲道上。那养胃早餐呢？是否存在暗示治疗胃病？对啊，你们家顾客天天说喝了胃舒服，这不是误导消费者吗？这一页早就该用上。我从没写过治疗胃病，菜单说明写得很清楚，温热早餐，少油少辣，适合胃不舒服时选择，不替代医疗建议，身体不适请及时就医。这部分表述目前没有问题，以后继续避免医疗化宣传。明白。可他的客人就是冲着养胃来的，顾客觉得舒服是体验反馈。我的菜单写的是边界。目前检查没有发现违规经营问题，后续如有投诉，我们会依法核查。合规不代表设升级后的老街，他过了合规这一关。林老板，情怀和合规都不够，你还要证明它有商业价值。不只是被需要，还要被看见能留下。下一关是把烟火气变成他们无法忽视的数据，要证明就不能只靠感觉。老板，你这表格太手写风了。不好看？不是不好看，是不够让资本闭嘴。我帮你做成表。问卷我会设计，别问太多，就问为什么来，多久来一次，还会不会顺路买别的。那我算复购吧，我天天来。算核心用户。这词儿听着高级。他真的在做。复购、堂食、打包，哪个更重要？宋总，要不我让团队做个完整方案？不用，这不是我的项目，可以让高旭教你怎么表达更清楚。数据是我的。当然，我只教呈现，不碰内容。这位是真的懂边界。不是孤立的店。原来他们不是只来你这儿，是把老街也带活了。这就是能留下的理由。这个词比救命早餐铺更能打动那群人。这是商业语言。早餐铺是入口，不是终点，这比求保留有用。那就按这个谈，这次不是只靠眼泪了。纸面漂亮，不够。想留下可以。还有条件，公开评估日证明你对老街整体客流有正向带动，否则按通知搬离。公开评估会有变数。好。公开评估？那天办免费早餐节，免费？我倒要看看谁还去他那儿排队。明天全场早餐免费，欢迎大家来感受真正适合老街升级的新早餐。小林，他这是赔钱要抢你客啊？评估日看客量，他这么一搞，很多新客肯定过去。明天不能乱。不跟免费打，那怎么办？照常开火。他赌的是信任。今天客流必须压过他。这才像商业活动。先看留存。今天偏偏是评估日，来多少做好多少。下一位。怎么这么淡？像冻水了。包子是冷的，里面馅儿都结块了。咖啡也太甜了吧，喝完嗓子发腻。你快一点，后面还有好多人呢。走吧。不是免费吗？上午有会，我不敢拿胃冒险。不是去免费了吗？免费可以省钱，但不能救命。慢慢吃，别烫。老板，清汤面还有吗？还有，拿稳。他们怎么又过去了？你们怎么回事？出餐再快点。已经最快了，豆浆不够才加水的。
流量和秩序不是一回事。这味道也就图个免费。免费制造流量，信任维持秩序，免费也没压住他。流量压不死，那就换别的。菲菲姐又要做什么？这个够用了，来源不明，看你怎么解释。又来了，偏偏这个时间，这会影响评估结论。林老板，这次你还说是商业秘密吗？解释一下，这件事不能任他们带节奏，证据要快。这次不能躲，也不能让别人替我说。视频是真的，大家听见没有？他承认了。他只听自己想听的。我承认，我有私人食材渠道，不进入公开批发供应链。这个渠道不公开，因为它是我的商业核心。凭什么让别人相信你？凭检测，准备过的东西，现在用上。这是之前流量记录，这是第三方检测申请单，这是过往抽检报告。他连这一手都准备了。检测又怎么样？等结果前还有舆论。所有未标识食材可以现场封样送检，检测不合格我关店。他怎么敢赌这么大？但如果检测合格，发布偷拍视频恶意引导三无食材的人公开道歉，承担责任。他冲我来的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检测周期里，你最好暂停营业。我接受抽检，不接受无结论停业。今天售卖的食材全部留样，现场可封存。他要是真有问题，敢这么查吗？我支持检测，别拿偷拍当证据，拿结果说话。这是他的战场。结果会说话，万一真合格，现在只剩结果。林老板，你最好祈祷你的秘密经得起查。秘密不能说，但结果可以。他赌得太重了，将决定这家店能不能继续开火。还是等等结果吧。小林，要不今天先别开了，等结果出来再说。我没做亏心事，就不该让真正需要的人没饭吃。老板，2杯豆浆，1份小笼包。我今天要1碗热汤豆花。他们不是被煽动来。1碗热汤豆花，12。比想象中干净。他们留下不是没理由。味道不错，谢谢。他还开，就继续烧。谁在翻旧账？不能让这个扩散。那天确实加水了。还有几份？怕不怕？怕。怎么会不怕？怕，但手不能停。我在。那去擦桌子。擦桌子，宋总。好，他要我做能做的事。宋总擦桌子，比发声明有用多了。还能笑一下，就还撑得住。你好，林女士，结果出来了。林女士，自检样品结果合格，无非法添加，无农残超标，无重金属问题。老天有眼，我就知道。还有一点，样品品质指标比较特殊。特殊？蛋白质、天然糖分、香气物质含量都明显优于普通同类食材。什么意思？简单说，东西不但没问题，而且品质很好。听见没？没问题。造谣的人出来道歉。不可能。蛋白质和香气指标优于普通食材。检测机构盖章了，它的价值不在铺子，在渠道。林老板，之前的合作方案可以重谈，价格翻倍。又来了。我不买你的店了，只要你提供稳定食材渠道，你负责供货，我们负责铺开市场。他换目标了。不卖。你知道这条渠道值多少钱吗？知道。那你还拒绝？食材渠道不卖，制作权不卖，店也不卖。顾总，按昨天约定，恶意质疑方如果检测合格，需要公开道歉。这种小事不重要。关于此前食材来源问题，我因信息不全造成误会，在此向林老板道歉。是误会还是造谣？别逼我，没必要把时间给他。下一位。顾明川接下来不会只想拆店，他想查渠道。我知道。接下来要护的是秘密。豆浆2杯，拿稳。他身上还有更大的价值。顾总，现在怎么办？查他，进货、出货、住处、关系网全部查清楚。今天怎么没有豆香？连他也累了，少了。土地是凉的，
过度消耗。那天我以为终于逃出来了，逃出通宵、压榨和被迫燃烧。可这段时间我好像又回去了，只是电脑换成了灶台，加班表换成了蒸笼，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。刚火就摆架子，排半天还限时。食物需要认真做，人也需要休息。老板休息好了，我们才能一直吃到。人不是机器，小林，今天收早一点。有人懂就够了。今天到这里是真的累了。收店了。下午休息。午饭吃了吗？忘了。先让他吃。还剩什么？热汤豆花，还有2个小馒头。够了。他在这里好像也没那么远，就当吃午饭。先吃。热的。原来我也需要被提醒吃饭，我好像又差点把自己逼坏了。那以后我提醒你。他说的是以后。你现在管的有点多。可以排队申请。他在这里，不是应酬，也不是会议不得不吃，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吃过东西了。他不是被这家店拖累，他是在这里短暂的像个正常人。又来了。休息也不是他们允许的。下一刀终于落到公共横线上，又换了一种办法。这哪是测绘，这是故意断你的路！老板，今天还能买吗？这怎么排队啊？一堵就堵到巷口了。不能给他们抓把柄。先量。正门不能排队，侧向可以分流。小林，这么窄，真能卖吗？能卖，但不能照旧卖。顾明川这招挺阴，理由合法，不封店，只让他不好卖。需要我让人处理？不拆，拆了就成我的问题。今天改流程，提前预约取餐，分时段取号，侧向取餐点，老人堂食走正门。赶时间的白领从侧向拿豆浆和小馒头，小笼包按号出，老人喝粥和豆花从正门慢慢进，不挤。侧向不能长期聚集，最好每10分钟一逼。提示牌要写清楚，避免占用消防通道。这个建议我用。他不是被堵住的人。3号小笼包侧向下一批等10分钟。老板，你这不像被堵路，像升级系统，能跑起来就行，比以前还顺。顾明川这一手，至少该让他乱一走上。这条必须写进去。那就提前正式评估会，给他准备时间会不会太短？我要的就是短。今天的流程还要再优化。这通知不该这么快。又变了。正式评估会提前到后天。后天？这也太赶了。后天。这一次不是看你早餐做的好不好，那看什么？是看你能不能说服所有投资方。这不是卖早餐，这是上战场了。那就把这家店讲给他们听。后天决定这家店能不能留下。今天必须定下来。标准化、可复制、易管理才是改造后的方向。单体早餐铺不可复制、不可控，收益有限。他说他的，我说我的。靠情怀留店，对投资方不公平。先让他们看见。林老板，评估会不是试吃会。早餐业态不能只活在图里，讨论早餐业态不能只看效果图，却不知道它服务谁，让他们看懂。梔子早餐铺早高峰集中在6点到9点，顾客平均停留不超过15分钟，不影响全天商业回落。复购顾客占比高于临时打卡客，并且早间客流有效带动了相邻的书店和文创店的开业率，且带动隔壁杂货铺、修鞋摊、老茶铺早间消费。他讲到了投资场能听懂的点，他准备的比预想充分。他服务的是早班白领、老人、夜班下班的人、胃不舒服但还要上班的人。他不是网红布景，是老街清晨的入口。我以前空腹咖啡到手抖，是这里的豆浆让我能正常开早会。我低血糖那天是这家店先让我坐下，帮我打急救电话，再给我热汤面。老街不是只有游客，
我们这些住在这里的人也要吃早饭。情绪牌和数据结合，反而更难拆。从运营角度看，不可复制不等于无价值。标准化业态可以招商，但高辨识度保留业态，反而能成为街区核心记忆点。梔子早餐铺的早间客流稳定，投诉处理记录完整，露馅调整能力也高，具备观察价值。连他也站过去了，他自己走到这里了。梔子早餐铺暂缓清退，进入30天观察期期。这场没输完，你守得住铺子，未必守得住食材。果然，他不会停。他已经开始查，观察期不会平静。他的弱点一定在渠道。顾总查到了，让我看看你藏了什么。林婉之名下没有稳定供货记录，抓到了。那些食材像是凭空出现的。凭空出现，就一定有藏起来的地方。梔子早餐铺每日售出高品质食物，却没有对应规模的稳定供货记录，这不是违法问题，是经营风险。小林，他这不是没完没了吗？如果明天断供怎么办？商业街能把核心客流寄托在一个人的秘密上吗？私人渠道不等于问题，此前检测结果合格，店铺也有流量和批次记录。合格不代表稳定，不可控就是风险。这一次，我不能只说他在污蔑，空间不能公开，食材也不能无限供应。小林，你倒是回他呀！这次先不回。这又是什么？他们说我不可控，那我就把能控制的部分写清楚。不是做不大，是不能乱做大。这些写给投资方看，也写给我自己看。如果空间再减产怎么办？不承诺无限量供应，每一份合格，这才是边界。这话实在。他又一夜没怎么睡。要不要我帮你查顾明川？不用。他有自己的判断。这次不是造谣，是我确实要解决的问题。他把风险也写进去了。那我帮你看表达。只看表达，别替我改决定。知道。豆浆减量时用什么替代？小笼包限量后，早班课还能吃什么？今天好像恢复了一点。不能只靠豆浆和小笼包活下去。空间没有直接给答案，却是在提醒我，早餐铺要做久，菜单也要会长大。他们怎么又开始了？这一次，我有东西可以回答。先从今天的菜单开始。老板，你这是专门给我们加班狗续命，别把加班当命。先拍锅，再拍顾客反应。新品最容易翻车。青菜不能煮老，我想吃点热的，但别太油。我闻了一晚上消毒水，有点反胃。先吃半份，不舒服就停。看看他第一口怎么反应。先试一口，不冲不腻。老板，再给我加一点吧。这怎么减？慢点吃，这个跟豆浆不一样。这个不是第一口惊艳，是越吃越舒服。吃完不困也不撑，上午开会更好。总得有一个人嫌弃吧？拍不到翻车，不是临时噱头，他在补菜单结构。这一条，顾明川没法轻易反驳。让他们看到可吃。一碗粥也能让他补上短板。顾总不高兴了。他不能一直有新东西，他的功绩一定有源头。拿稳，刚盛出来的。谢谢老板。不是爆发，是恢复。他也缓过来了，方向对了，但还不能松。放高点儿！他怎么又抄？你上什么我就抄什么。菜单可以抄，需求不能抄。同款青菜鸡丝粥今天半价，进店就能吃。半价，先试试。
看着包装也挺干净。他能做，我们也能做。这也太稠了吧，像糊。菜都黄了。柴还咸，我胃不舒服，吃这个更顶。我们这是高蛋白版本，饱腹感更强。我早上不是来练肌肉的。要什么？哎，一杯豆浆，再来半份青菜粥。不是去半价了吗？那边像在吃一碗营销，你这边像真的有人想让我们早上舒服点。慢点吃，别烫。真的有人想让我们早上一碗青菜鸡丝粥，不烫，不厚，不压胃。你这碗粥不是在做菜，那是在做什么？是在判断人早上能承受什么。他说的比我自己还准。早餐不是越多越好，是刚好能承受。宋总现在也会点评早餐了，被你教会的。他越来越会说话了。为什么做不出他那个味儿？配方照抄了，鸡丝、青菜、米都一样，可食材不一样，火候也不一样。他那粥是小火熬出来的，不是拿宣传牌熬出来的。废！顾总那边问结果，复制味道不够，他们信的不是粥，是他，那就复制他的人设。这是要造一个新的林晚琪。这也太不要脸了！老板，我去骂回去。他们想把我拉进吵架里。不用，他们都投到你脸上了。早餐不是靠骂卖出去的。气死我了！但他说的对。还有没有热的？老板，还有什么热的吗？刚好。余温餐，慢慢吃。多少钱？正常价，只是最后一份，温度刚好，不烫。终于有点热的，不烫，也不顶。和那天的我一样，真实就够了。一个传播快，一个停留深，执行有营销能力，可栀子有真实顾客关系，这不是一个概念。联系早餐博主，测评那种越专业越好。他们这是要把你架到台上比，那就让他们吃。这会影响观察期舆论。真实不真实，让镜头说了算。这是我们的轻养胃套餐，主打高蛋白低脂，适合都市早八人群。环境不错，出片，味道安全，不踩雷。但记忆点一般，适合打卡，不太像会专门绕路来吃。他们怎么不按华数夸？先看对面，这边完全没布置。吃什么？林老板，测评博主来了，还让人排队，这也太不专业了吧！早餐看的是日常状态，特殊招待反而不准。不用，我们按正常流程来。装什么专业？他们也是顾客，我们也是顾客。这家店要看现场。先试粥，早上别太气。怎么了？很少有早餐让我早没有负担，这个评价很高。小笼包2号，豆浆别封太死。你们发现没？每个顾客点的不一样。赶时间的人要快，老人要热要慢。小笼包还有吗？你今天别吃小笼包，换清汤面。这不是随机服务，这不是菜单丰富，是老板知道不同早晨需要不同东西。它不是每样都重口，而是每样都有场景。这家店的舒服是吃完之后才知道的。知心适合打卡，整体稳定，但少了点让人专门再来的理由。栀子不是在演治愈，是在认真处理每个人的早晨。真实被镜头看见了。怎么又是他赢？什么叫老板会看人？我也可以让人学。所有评价都绕不开他本人，服务关系、判断力、信任都在他身上，他的一切都依赖他本人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他不在呢？他们这次是冲着你本人来的，如果我不在，店还能不能开？又被他问到关键了。他越被信任，就越怕被证明不可替代。栀子早餐铺最大问题是过度依赖林婉媛本人，他在判断稳定，他不在流程断层。这人怎么什么都能挑出毛病？如果我不在，这家店还能不能稳住？今天我不能站在那里。小林，你不上？今天做内部测试，这次要看流程能不能跑。我负责预约和打包，我负责堂食。我维持队伍，
不做决定。开始了。5号，您的豆浆和小馒头。先给谁来着？老板快点啊，我赶早会。我出去就能稳住。你不是要证明他们离开你也能做吗？不能每次都由我冲出去。先核编号，再递餐。先核编号，别慌。不好意思，3号在这边，5号还要等2分钟。小笼包还一笼在蒸，豆浆可以先拿，等包子的请往右边站。慢一点，没事，别乱几下。流程开始跑起来了。请按顺序排。他真的忍住没接手。收空提示可以提前3分钟挂出，记下。不是完美，但能运转。今天不是小林端的，也挺暖。我也能把这碗热的递出去。我刚才差点以为要完。他们真的做到了。这家店不只能靠我一个人。这次不是新区域。原来暖心值不是只能从我手里出去，也来自我教会别人如何照顾一个清晨。这不是复制我，是把标准留下来。比预想稳定，出餐速度下降，但流程未崩，品质未明显下降，顾客投诉率为0，具备团队化雏形。竟然没乱，流程能复制，味道呢？他的记忆和判断也能复制吗？今天不一样，恢复了，不是偶然了。这不是让我暴富的机会，是让更多人吃到的机会。先小批量，先坐稳。这不是之前那个一上线就没的新品吗？以后尽量稳定供应，不能只靠手感。刘姨，火候到这个位置就关。我试试。刚出锅别急喝，等2分钟，适合慢慢醒过来的人。他也开始懂了。这类人很多，焦虑的、胃弱的、昨晚没睡好的都是。这个味儿怎么了？太烫？很多年没吃到了。我以前生病，我老伴儿也这么给我蒸过，他那时候也说慢慢吃。今天这碗好，以后还有。一份嫩蛋豆浆羹，比之前更细。他今天脸色好一点，今天比上次更稳。宋总现在吃的很专业，被你养出来的。这人现在说话越来越不逼人了。陆克，这东西看着简单，最难做。鸡蛋、豆浆、糖，就这几样，有什么难？难的不是配方，是早上的人能承受多少香、多少甜、多少热，多一点腻，少一点寡，火候一过就全毁。火候还要再试2次，能交给别人才算真的稳。没有新地方，早餐铺不必一直追着新东西跑，真正有用的东西要做稳。他现在卖的不是早餐，是记忆，那就让别人也拿记忆跟他打。他家天天早上开火，反倒不算老街早餐。梔子早餐铺面积小，排队影响拍摄，品牌视觉也不统一，暂时不适合作为展示点。大家按这条路线走，拍照最好看。我们店是中心点，早上光线特别好。这个招牌好看，地图上标了，应该就是老街代表店吧？这是明着把人擦掉。小林，他们这是把你从老街里擦掉。地图没有我，锅还在。地图上没有，不影响今天开锅。可我心里不服。老板，豆浆1杯，小馒头2个，打包。好嘞。热汤豆花，少放榨菜。还有清汤面吗？导览牌可以绕开它，人绕不开。他们不是为了拍照来的，他们是真的从清晨里走到这里。不行，我们也画一张。画什么？画我们早上真正怎么走。这是晨练广场，我练完太极就来这儿喝豆花。这官方地图啊，一点都不实用。我吃完小笼包再开摊，不然一上午没力气。我下夜班不想去人多的地方，就走这条。我每天从这里冲过来，拿豆浆再去赶电梯。所有路都走到这里。原来他们每天是这样走来的，带着热气，带着赶路声，也带着每个清晨真实的重量。商业地图标的是展示点，这张标的是人怎么生活。又在搞什么？不能让他们把老街这2个字抢走。人怎么生活，说的倒好听，他们在抢老街代表权。他们不是说他代表老街吗？那就让流量来决定，那就公开投票，投什么主题，让所有人来选。既然大家都说自己代表老街，那就让公众选择，票数最高的作为老街早餐代表业态重点保留。这不就是比谁会买流量？公开投票很容易被操控，线上声量不等于真实经营能力。怎么怕了？不是说自己是老街清晨起点吗？那就让大家投啊！表面公平，实际不完整。我接受投票，老板，但规则要补充。你想改规则？不是改，是补完整。线上投票可以占一部分，但不能全部决定。他把真实经营变成可量化指标了。如果评的是老街早餐代表，那就不该只看谁会被拍到，
还要看谁真的被需要，谁能稳定服务早高峰，谁的食物被吃完，而不是被拍完扔掉。他又把话题拉回经营了。这个更合理。可以，线上投票占40%，线下经营指标占60%。这对新品牌不公平。早餐本来就不是只靠新鲜感。投票截图到店领取免费券，还有抽奖名额。投票截图这边领券。线上40也够压他。老板，他们领先太多了，明天还要开店，你怎么还这么稳？我担心，但早餐不能做给票数吃。意识里的空间轻轻震了一下，他在回应复购，秩序不浪费，真实需要。明天照常开火。他不是不怕，是不让怕支配手。明天怕不怕？怕，但怕也要开火。这就是他。那就明天一起开火。开局就赢一半。今天不能乱，票数给他们，早餐给人。真正的投票从第一份早餐开始。投票截图可以领券，大家记得支持知心哦。老板，他们领先快1倍了。先出餐，早餐先做好。热汤豆花，少掺菜。青菜鸡丝粥还有吗？豆浆1杯，小馒头2个，赶地铁。拿稳，别跑太急。线上是一面，现场是另一面，浪费率高，秩序稳定，带动周边。一个是流量停留，一个是生活流动。又是这种说法。拍一下对面小黑板也不错。老板，给我也来一碗这个粥，青菜鸡丝粥。我知道该投哪边了。他不是刚在我这边拍照吗？本来是来拍照的，后来发现有人是真的来吃早饭的。结果出来了。最终结果，梔子早餐铺获胜。赢了，真赢了！不是票数赢了，是他们真的吃完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次没有新区域，不是扩张，是扎根。复购才是根，每天回来吃才是真的选择。一次投票赢了顾客，不代表赢了投资方。至少今天他们吃饱了。还有后手。果然来了，最终风险报告还是绕回来。顾明川准备在最终评审上用这份报告否掉你。这是顾明川准备带去最终评审的材料。这不就是鸡蛋里挑骨头？你都赢了投票，他还不放过你？这次不是骂回去就能解决，终于还是这几条，不能只把它当成恶意。小林，他说的难听，但有些问题确实存在，来源不能说，体系要能说。如果他们说我不可靠，我就得告诉他们我到底怎么可靠。他不是只会硬扛，要把早餐铺讲成一个系统。这些不是杂物，是证据，把30天写清楚，为什么改，什么时候改，改给谁，都要写。这句看顾客状态调整太口语，改成基于早高峰客群需求变化进行菜单弹性配置，内容不能被改成他们的语言，只是作词，内容还是你的，可以。别忘了喝水。知道。最终评审不只要赢感情，还要赢逻辑。今天会有什么？不是新奖励，是慢慢出现。果子。他给我的不是新品，是规律。如果他们说变化不可控，那就把变化变成体系，不是每天随意做什么，根据节气、客群、食材状态形成自己的规则。最终评审要回答的不是我有什么秘密，而是我怎么把每一次变化变成可被理解和执行的规则。青梅米饮，这也是早餐。少量试做，春夏交替，胃口发闷的人可以试。这次还写记录，试做原因、适合人群、反馈、是否保留都记。节气试做不是噱头。青梅，早上喝酸的不会伤胃吗？我最近胃口差，但一听酸就怕。酸味不能冲，先让人能接受，不是冷饮，也不是重酸，只用一点青梅气倒，把胃口叫醒。胃很不舒服的，先别喝。他主动排除了不适合人群。今天不能再空腹了，我试试吧。今天早上刷牙都反胃，有点酸，不冲，好像能咽下东西了，好像能吃东西了。慢慢吃。我今天终于不是空着胃去开会了。那我也来一份，少量试试。他今天脸色也有点闷。今天新品，节气试做，给我一份。宋总，您胃他会知道分寸，不刺激，今天正合适。怎么样？适合我今天。不是适合所有人，是适合今天的他。这个逻辑有意思，这不是普通新品。周教授，您的意思是，它是在根据季节、温度和人的身体状调整早餐，
春夏交替，很多人胃口不开，嘴里发苦，青梅气味能唤醒食欲，好温米，但还要可解释。那就补上，规则要让别人看得见。节气早餐不是固定菜名。他把判断逻辑公开了，这句话比菜名重要。那我今天胃不舒服，还是喝粥吧。对，今天先喝粥。被叫醒的不是胃口，是能好好吃完早饭的力气。节气也能成为照顾人的方式。又来了，你能试做，我就能升级。他们抄的是青梅，不是节气。明天要让他们明白，节气早餐不是加个青梅2个字。高端青梅清扬早餐，春日唤醒，酸甜轻盈。这个颜色好清爽，比隔壁那个迷影上镜多了。这个卖点可以放大。赶紧喝点，9点还有会。好酸，还是冰的，胃一下凉了。这是清爽感，年轻人都喜欢。下午拍照可以，早上不行，我9点还要开会，不敢冒险。还是喝点稳的。胃被刺激到了，给我一杯温热的吧。先小口喝。暖下去了，这才像早餐。他那杯有什么特别？小姑娘，胃疼的人早上喝不了冰的。年轻人喜欢清爽，喜欢拍照是一回事，能不能吃进肚子里是另一回事儿。先看它的定位、饮品逻辑，再看这边。周教授，您怎么看？知心做的是青梅饮品，栀子做的是早餐的一部分。一个服务拍照和口感刺激，一个服务早晨的身体承受力，不是同一种东西。又被他一句话分开了。这个差异很关键，不能再让人跑回去。把冰块撤了，3度降饮。那就没卖点了。撤冰之后，文案也得改。那也不能让人都跑回去。别过热，也不能凉。酸也要有分寸，适合早晨，比包装漂亮更重要。小口喝，今天别贪凉。包装也压不住它。部分顾客反馈冰饮刺激，回流到栀子。不要学味道，它靠的是判断框架，学它的体系，然后比它更标准。整齐、漂亮、容易复制。商业街需要可复制、可监管、可扩张，不是每天看心情调整。今天青梅，明天豆花，后天又换粥，这叫不稳定。这次看你怎么解释。标准化和适配到底哪个更适合老街早高峰？今天有点冷啊，这个喝完胃里凉。下雨天吃这个，怎么感觉更饿了？菲菲姐，要不要换任饮？今天主推不能改。今天风冷，不能主推青梅。人和天气都变了，菜单也得跟着变。老板，青梅迷饮还有吗？今天少做，不是节气新品吗？天气变了，冷雨天要先把人暖住，不能辣，只要微微发热。老板，不是说今天有青梅米印？有，但少。今天更需要热的。也是，刚才淋雨了。这条规则要写给他们看，这就是他要解释的体系核心，放进最终说明。标准不是死板，标准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调整。今天正好验证标准和适配一致，但不一定有效；变化，但秩序没有乱。每个人拿到的不一样，但都对。这个刚好适合今天就够了，这是最终评审的关键。小心烫，先暖一下。不是新东西多厉害，是用在对的时候才有意义。节气不是固定答案，是判断题。又被他扳回来。他不是说会适配吗？那就办现场试吃。现场试吃？我倒要看看他能适配多少人。增加100人早餐试吃，对象包括白领、老人、医护、司机、学生及投资方观察员。100人，他这不是试吃，是压垮你。他就是想证明你供不上。你接，品质容易乱；你不接，他就说你不可控。100个人，不是100份同样的早餐，不能被他带进统一套餐的体里。不能做100份一样的。那怎么做？先拆需求，再做早餐。赶早班快速餐：豆浆、小馍头、豆渣饼；养胃温和餐：热汤、豆花、青菜粥、嫩蛋羹；居家简餐：鲜肉小馄饨、咸豆浆、烧麦；稍微顶饱餐：小笼包、鸡丝粥、温米饮。你把100个人拆成3种需求，不是所有人早上都需要同一口，硬做统一套餐才会乱。老人餐我负责，热汤豆花先上，粥别放凉。快速餐蓝夹，温和餐白夹，顶饱餐黄夹。提前处理不等于提前糊弄，每一句都是踩过的坑，乱的时候先保住食物。这次不能只靠后厨，试吃当天人流不能挤在门口，我建议分3段进场，取餐区和反馈区分开，能减少拥堵，也能减少误餐。用高玉会协调临时秩序协助，
合规申请已经递了，他连这一步都想到了，只帮你把路留出来。谢谢。老板，不对劲，又出了什么？这里面有10几个知心熟客，还有营销号，这不是来吃的，是来挑事儿的吧？如果评价权不设分组和留痕，很容易被带节奏。他们3人进来了，那就不能只准备早餐，还要准备规则。第一段，白领和医护先入场，请先填需求卡。请沿右侧排队，取餐后从左侧离场，看他能撑多久。等他乱。先看需求，再出餐。别人是粥，我怎么是豆浆小馒头？区别对待啊！你填的是赶时间，打包不胃疼，快速餐最适合你。那凭什么他有小笼包我没有？这叫标准化吗？他填了需要顶饱、可堂食、能吃肉馅。你填的是胃不舒服，不适合油腻。我就想吃小笼包，可以，但不建议。你刚才写了胃不舒服，先喝热汤豆花更合适。大家看见没？不给吃还说为我好，太腻了！你自己非要吃的。这碗才压得住胃。我也胃不舒服，老板让我先吃这个是对的。怎么有人帮他说话？这不是区别对待，关键评价，这是早餐适配。标准化解决的是管理问题，适配解决的是人早上真实承受什么的问题。这个刚好能赶上地铁。您这碗少榨菜，慢慢喝。这份顶得住，一上午不用乱买零食。这个时间刚好，吃完还能回去补觉。7号温和餐，12号快速餐，豆浆别封太紧。36号顶饱餐，小笼包刚出笼，小心烫。100人总会乱。这场不是在侥幸，他连这个都撑住了。最后一位温和餐结束了，这么多不同早餐有不同暖意，不同需求被接住，竟有不同形状。适配不是混乱，是看见差异。试吃过了，不代表评审过了。林老板，你证明了会分餐，但真正的问题仍然是没有可追溯供应链。他抓着唯一不能公开的点，最终评审他会用这个一票否决。终于到了最难回答的问题。他确实撑住了。林老板，我承认你能适配不同人群，但这反而证明了更大的风险。越好吃越依赖你的秘密食材，越多人想吃，风险越大。一旦断供失控，谁来承担？确实，供应链不透明一直是问题。刘姨，怎么又拿这个压他？这次不能靠抄，检测合格不等于制度完整，先承认问题。他没有回避，这些问题存在，他不打算否认。我不会把它们包装成优势，也不会说因为顾客喜欢就不需要被监督，这些才是能被监督的部分。要让评审听得懂，也要让监管能执行。有限披露可以写成对监管方和评审方保密备案，不公开给竞争方。可以。这还不是完整制度，但这是第一步。把不可控变可被监督，不是靠一句相信我。赢不是结束，负责才是。纸面承诺不等于商业确定性。现在还不完整，但它可以变完整，所以最终评审我拿完整版本来。还想撑？你还有3天。最终评审才是真正的决战。3天，这次没有答案直接出现，有些问题不能靠开挂解决，只能靠责任解决。来了，只剩3天，要把能做的都做完。今晚从哪一部分开始？先写最难的，不能公开秘密，但必须公开责任。宋总，查到了，顾明川之前在2个城市做过类似项目，先清退老店，再包装成网红商业街。原商户补偿低，后期招商溢价很高。他不是第一次这么做。如果从商业层面施压，可以让他退出老街项目。如果他退出，他会轻松很多。他已经很累了，却还要把每一份温柔写成责任条款。至少这个人，我可以替他挡掉。准备方案。是。如果他太累，我就替他结束这件事。他果然还没睡。自主经营权异常停业，赔付责任。他又把自己熬成这样。这么晚还来吃早餐？如果顾明川不再负责这个项目，你会轻松很多。他查到顾明川了？会。那就让我来。但不能这样。但如果是你替我把他赶走，那我赢的是你，不是我自己。我只是不想你太累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是拒绝你，我是在守住我自己。他已经这么累，还是不肯把自己交出去，那就按他要的方式来。这次不是食物带来的，原来被尊重也会让人暖起来。暖心值也可以来自被尊重的边界。你这不是单纯做早餐了。我以前总觉得温柔就是多给一点，现在才知道温柔也需要边界。来了，
3天，这一次不能只靠一碗早餐，永久保留不是求来的。开店，最终评审前，早餐仍然要先做好。今晚不追新，只做一锅稳的。明天再难，今晚也要先让大家吃口热的。今晚还开卖？今晚不卖，请大家吃饭。顾客反馈我都分类好了，胃不舒服赶早班、夜班、老人、学生都分开了。这些是我帮你整理的。有些人不想露脸，但愿意写真实经历。我明天不能去现场，但这个你带上。原来他们都记得。明天我去。居民代表总得有人说话。我们吃了几10年老街早饭，知道什么是真需要。老街很久没这么热闹过了。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店了，能准备的都在这里了。林小姐，还有什么要改？你明天不是一个人。今天不谈方案，还没赢呢。不是祝你赢，是祝你别怕。原来不是赢了才配被祝福。顾明川又发分析了。林婉之会判断顾客状态，林婉之会调整火候，林婉之会安抚情绪。商业街不能压住在一个人，永远不累，永远不病，永远不离开。这个问题绕不过去。他这一次说到了最痛的地方。如果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呢？刘姨知道老人坐哪里最舒服，陈维知道赶早班的人怎么不耽误。这儿别挡路，明天人多。他也在把那天的被救变成明天的证词。他知道不替我赢，也知道替我留意我忘了什么。不是我一个人了。最后一页要改，这个标题错了，不是只靠我。这盏灯不是一个人点着的。这个比原来那个好，本来就不是你一个人。这次的光很稳，不是奇迹，是积累。被认真喂饱的人。顾明川说不能压住一个人，那就让他们看见这里已经不止一个人。明天就拿这个去，不只是我的早餐铺。这个题评审会记住。明天不是一个人上场，清晨还没来，可这盏灯已经有人守着。今天要决定梔子早餐铺的去轮，最后一场了，不能给他拖后腿。不是来求情，是来说明。我在旁边，我自己上场。今天不需要情绪，只需要风险。我承认，梔子早餐铺有口碑、有热度，也有一批稳定顾客，但商业不能只靠感动。我们要做的是一条可持续运营的商业街，不是保留一个让人感动的小摊位。相比之下，元气满满早餐虽然短期口碑不如梔子，但更标准、更可控，更适合统一招商和管理。这话听着冷，可他们偏偏爱听。老板，别被他带走。他说的是评审想听的问题，那我就回答问题。先让他们知道，我讲的不是概念，每一样都对应一种早晨。老街的清晨不在效果图里。林老板，今天不是试吃会。我知道，顾总说的对，早餐铺不该只靠感动。他不讲情怀。这是最后的答卷，先讲人。所以今天我不讲情怀，我讲这条街早上到底需要什么。他终于把所有碎片串起来了，这是他自己的战场。第一类人是早上7点前就已经快撑不住的人。低血糖的人不需要漂亮套餐，他们可能低血糖、熬夜、空腹，也可能只是没力气在站着排队。这类人需要的不是刺激，是能让身体先缓下来的温和餐。所以我们设置了养胃温和餐，热汤豆花、青菜粥、嫩蛋羹。第二类人是赶时间但不能空腹上路的人，他们不需要坐下，也不需要复杂套餐，他们需要的是3分钟内拿到一份热的、能带走的、不会给胃增加负担的早餐。这就是我们每天早上跑来的理由。快速餐的核心不是少做，而是少等待、不浪费、不打乱早高峰动线。第三类人是早上吃完后要撑过半天的人，他们可能是司机、摊主，也可能是要连续开会不能中途补餐的人。他们需要的不是漂亮，而是实在、热乎，吃完能干活。他说的是我们每天怎么活。分层不是复杂化，而是避免一份统一套餐同时不适合所有人。这些判断听起来依然是你个人能力，你在这套体系能跑，你不在呢？所以我把最后一页改了。现在预约分类由陈薇负责，堂食与老人餐由刘姨负责，动线和反馈区已有固定流程。我们能做，每一类餐都有出餐标准、适用边界和暂停规则。这些流程已经经过100人试吃验证，现场未出现有效投诉。个人经验正在被转化为可执行流程，这是小店制度化的关键一步。最难的问题必须正面说。关于食材，我不能把核心渠道公开给竞争方。终于承认了。但我接受对监管方和评审方做保密备案。每日流量、定期检测、异常批次暂停营业，顾客不适先赔付再核查。他没有逃避不可追溯，而是给了监督路径。异常批次停业是经营者主动出发。是食材状态不稳定、流量异常、顾客集中反馈不适3种情况任一出现，暂停对应品类。暂停对应品类就意味着产量更不稳定。商业街要的是稳定供应，不是随时可能停的菜单。我的稳定不是承诺无限供应，
是承诺每一份出品都在可控范围内。早餐不是越多越好，供应超过能力才是对顾客不负责。在小规模民生业态里，边界感本身就是风险控制能力。我说两句可以吗？我们老街不是只有游客，也不是只有招牌。早上有人要赶班，有人要吃药，有人一夜没睡，有人开摊前就指着那口热的。梔子早餐铺不是让老街变旧，是让老街早上还有人气。这些发言很动人，但投资方需要看商业回报。一个限量早餐铺能给商业街带来多少价值？所以我准备了这一页。梔子早餐铺不是单点流量，而是老街早间文循环节点。顾客买完早餐后会顺路购买纸巾、修鞋、喝茶、取件。这部分数据我前期观察中也记录到过。他不负责撑起条街的招商额，但负责让这条街的清晨先活起来。我适合以保留观察点形式纳入街区，而不是纳入统一连锁体系。风险制度仍需完善，但已有执行基础，建议永久保留，同时设季度复核。结果来了，经最终评审，梔子早餐铺具备老街早间民生节点、记忆节点及微循环带动价值，同意梔子早餐铺永久保留，纳入老街特色保留业态，同时执行季度复核流量检测和风险备案制度。赢了，真的赢了！这下不用搬了。老街早上那口热的保住了，他竟然真把小店讲成了系统，保住了，他留下来了。以后可得挂稳点儿。明天我还来，还是2杯豆浆。明天正常营业。需要我排队吗？当然。赢下来不是结束，是明天还要开火。一条老街的清晨，终于不只剩下招牌。